敌我不分的俄军，就是咱们本期要讨论的问题。具体一些，就是指俄罗斯差劲的敌我识别系统，以及战术战法上的重大失误。去年，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刚开始的时候，携带各类无制导炸弹的俄军战机在超低空突击基辅的时候纷纷被击落。也因此，俄空天军很快就停止了这种代价巨大的突击行动。之后，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就成为了俄军远程精确打击的主力。但这也导致俄军导弹库存在快速消耗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加了俄罗斯政府的战争开支。要知道，俄罗斯产品相比于同类的美国产品，要制造的巡航导弹是十分昂贵的。在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中，俄军多款先进战机惨遭击落，其中包括苏 30SM、苏34、苏35等。在西方支持下的乌克兰防空网一直都在有效运作，并且变得越来越强大。这些如果关注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俄军导弹被拦截率和基辅等地的停电时间越来越短的朋友，可能会比较认同一些。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依旧固执地认为乌克兰的防空网并没有如大多数人想象的那么强大，依旧认为被乌克兰防空网击落的俄军战斗机和直升机数量其实并不多。其实你要说俄罗斯观点对吧，其实也还说得过去，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俄军损失的战斗机和直升机都是被他们自己的防空部队干掉的。比如自2022年7月份以来，至少有3架以上的苏35战机在乌克兰上空被俄罗斯自己的 S-400 导弹给击落。可以说，在帮助乌克兰防空的道路上，俄军防空部队绝对能排到前列。其对俄罗斯空天军的威胁，夸张地说，已经远超乌克兰防空部队。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与西方军援的海马斯火箭炮脱不开干系。当然，这并不是说乌军用海马斯火箭炮摧毁了俄军防空系统，而是俄军防空系统在拦截海马斯火箭弹时浪费了太多导弹，却没有为己方提供什么有效防空保护，甚至还发生了误击落事件。比如其中一次误击事件发生时，卢甘斯克地区正遭到乌克兰火箭炮兵的攻击。此前，乌克兰已经用美国援助的海马斯火箭炮打击了许多乌克兰东部的俄军弹药库和指挥所等重要目标，因此当地的俄军防空部队时常处于精神紧绷的状态。突然来了一架分不清敌我的战机，俄防空部队才会毫不犹豫地把它击落。但究其根本，俄军如此鲁莽，无非有2点原因：一是俄军的敌我识别系统存在问题，二就是俄方的战术指挥存在问题。敌我识别系统，顾名思义，就是对战场上的目标进行敌我属性识别的工具，与搜索雷达配合使用的敌我识别设备，可以在目标足够近、威胁友军安全的情况下自动识别目标。除了友善的身份识别外，现代的敌我识别系统还能为操作员提供目标的类型、编号、任务以及飞行高度等基本信息。具体识别过程一般都是通过这3步完成的。第一步，询问，发现目标后肯定要先问问人家是不是友军，而此时发挥作用的便是敌我识别系统中的询问器，以脉冲的形式向目标发送一个编码的询问。第二步就是应答，如果是友军，那么友军的敌我识别应答器就将自动恢复编码的询问与全向传输，它会以询问频率稍有不同的频率发送一组不同的脉冲进行回复。第3步就是识别，敌我识别系统的询问器在接收到答复后，就会对其进行处理并显示在指示器上。这是敌我识别系统的大致过程。当然，如果想要深入了解的朋友，可以往敌我识别系统对抗技术方面研究，很有意思的。回到俄军糟糕的识别系统上，也就是说，当俄军防空部队在雷达上发现有不明目标时，敌我识别设备并无法分辨这个不明目标究竟是自己人还是乌克兰人，那本着宁杀错不放过的原则，就先打了下来，再做敌我识别。这或许就是俄军战机连续被己方防空部队击落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充分反映出俄空天军与防空部队缺乏有效协调作战，且俄军的敌我识别能力严重不足。但我们若从军事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这完全就是俄军指挥失误导致的。
要知道，敌我识别系统可是一套为了避免自我损伤、有效摧毁敌人的鉴别类系统，平时都是加强维护，避免在战时出现误伤事件的发生。我立军相信，俄军肯定也会在战前提前检查这套系统的安全性，因此不应该会出现这种原本可以避免的事故。可事故就这么发生了，还是连续的发生了至少3次。如此就能看出，这可能就不是俄军敌我识别系统存在问题，而是使用这套系统的人出现了问题。毕竟一切工具都是人工制造并且操控的，只要操控工具的人平时仔细一点，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就不会发生这类事故。因此基本上可以判断，苏35战机接连被 S-400 导弹击落，大概率在于操控者麻痹大意或者战术有问题。比如4月份的时候，俄罗斯又有一架苏35战机犯过战术上的错误，最终被乌军防空导弹击落。原因有2个，一是该型飞机进行超低空飞行，被乌军地面防空系统锁定，类似的苏34等战机也是在进行超低空飞行时被击落的。第2个是俄空军的战术存在问题，在没有切断乌军的补给线和彻底取得控制权之前，就让一款战机进行超低空轰炸任务，俄军这不摆明了要给乌军送温暖吗？当然不排除特别军事行动前期俄军狂妄自大起了不小作用。而类似的情况除了俄乌战场外，俄罗斯并不是第一次经历，只不过他们一直没有吸取教训罢了。2018年，俄军有一架在叙利亚上空执行任务的伊尔20侦察机被叙利亚部队的 S-200 防空导弹击落，导致机上15名俄军士兵死亡。要知道，俄罗斯在叙利亚内战的军事介入是得到叙利亚政府同意的，突然被友军用 S-200 干掉，估计当时惨死的俄军士兵一定很懵逼。为什么叙利亚防空系统的敌我识别系统为什么没起作用呢？首先要确认俄罗斯军机与叙利亚防空系统的敌我识别器是否兼容。尽管叙利亚的 S-200 为俄制武器，但由于年代久远，其敌我识别系统可能早已被俄方淘汰。同时，敌我识别系统是一国的核心秘密，俄罗斯大概率不会将与本国飞机兼容的最新识别系统交付给叙利亚。因此，如果双方敌我识别系统不兼容的话，那么双方就只能进行空域协同。简单的说，就是双方约定一个条件，比如俄罗斯军机进入的这一块空域或者到达高度层，就不允许攻击。或者将伊尔20的航线事先通报给叙利亚防空部队，但是这种依靠所谓协同的人工识别就很容易出问题。一是情绪是最难控制的东西，人不可能不犯错；二，凡是在战争期间，卧底、间谍、反叛等，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敌人做不到的外在干扰因素。因此，单纯依靠人工识别是不行的。其次，即便使用了可以兼容的敌我识别系统，实际上也并不可靠。按照当时俄罗斯防空领域军事专家艾杰奇·比热夫中将的表述，被叙利亚防空导弹击落的俄伊尔20，可能是由于以色列战机与俄军机过于接近而无法正常识别，因此才会被叙防空系统误认为是敌机发射导弹击落。由此我们也能看出，在真实的战场上，不可控变量和各种因素带来的混乱，很多时候就能制造出超出想象的结果，这远非日常训练演习可以模拟的。因此，在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出现误击友军的情况其实并不罕见。即便是西方先进的敌我识别系统，在战时十分复杂的情况下，想要进行可靠识别，实际上也是十分困难的。但这不代表西方做的比俄罗斯差，相反，西方在这方面做得还很好。如美军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就明确规定，必须有2个以上的来源确认是敌机才能开火，而不能仅凭敌我识别器进行判断。当时美军的 F-16战机可以识别敌我的方式包括敌我识别器、机载雷达和非协同识别模式和 E3 预警机。目前，乌克兰防空网的组成十分复杂，既包含有老式的苏制防空系统，也包含有北约提供的多种型号防空系统。但乌军有一个以平板电脑为搭载主体的联合空情指挥系统，相比专业系统，这套系统效率要低很多，但却极为有效，能够让乌军不同防空部队了解附近空情的同时，还能够进行有效协调。而俄军在这方面就缺乏类似系统。防空部队基本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难以得到有效的空情预警。
尤其是在乌克兰空军获得了哈姆反辐射导弹后，俄防空部队各自为战的情况只会变得更加恶劣。战线漫长，尽管俄军拥有大量防空系统，但依然不能满足需要。在寻找对方防空网漏洞和安全空中通道方面，很显然，或许是有北约的帮助，乌克兰空军要比俄罗斯的同行干得更好。这从恩格斯空军基地屡遭空袭就能看得出来。而据最新的卫星图片显示，由于担心再次遭到袭击，部署在恩格斯空军基地的俄军轰炸机数量已经减少，其中一部分被转移到了摩尔曼斯克和远东地区。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乌克兰军方已经放出话，在新的一年里要让莫斯科也响起防空警报，这是否意味着在俄境内作战也将要实现？好了，关于俄罗斯糟糕的敌我识别系统，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